相信很多朋友看到中国今天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境的时候，心里面都会有一个巨大的疑问，那就是中国到底应该向何处去？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在海外中文圈已经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阵营，而这两个阵营的旗手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两位主角袁腾飞袁老师跟二大爷邓海燕。袁腾飞大家肯定不陌生，史上最牛历史老师，对吧？他用那一口金片子信手拈来各种段子，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中国的病根在历史里面。而另外一位呢，二大爷邓海燕，一位曾经的体制类的警官，他给出的诊断恰恰相反。他觉得什么历史包袱啊都是次要的，核心的问题是中国缺了一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民主自由的操作系统。所以你看，这就很有意思了，都曾经是体制类的议员，后来都成了体制最尖锐的批评者，都在油管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把他们归为同一类反贼。但是一个是向后看，是历史决定论，要去历史那个黑箱子里面挖病根，而一个向前看，是制度普世论，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套外部的非常理想化的制度上。他们两位谁在油管的发展更好？到底谁的诊断更准？谁的药方更有效？或者换一句话说，中国的问题到底真的是出在灵魂上，还是在肉体上？我们需要的到底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反思，还是一场彻底的制度革命？今天我们就把这一场两个人的对决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聊一聊。好了，我们先走进袁腾飞的世界。袁老师从小就热爱历史，一路读到首都师大的历史系，年纪轻轻的就拿到了全国教学一等奖，还参与了编写国家级的高考历史考卷跟教科书。所以你看，体制认可他，奖励他，帮他建立了一个极其稳固的以历史学者为核心的专业身份，这个身份是他的核心资产。但是他的内心始终住着两个人，一个是能够把历史讲成单口相声的艺人，而另外一个是追求严谨、珍视信誉的学者。他的成功靠的是艺人方面的魅力，但是他的麻烦完全来自于他想用这个艺人的舞台去做历史学者的事情，讲出那些不被官方所喜欢的历史的真相。而他后来跟体制的决裂，不是在寻求自我的身份革命，也不是想要轰轰烈烈的殉道，而其实是一场非常务实的离婚的过程。他在脱离体制以后，展现出非常惊人的企业家的精神，出书、做视频、组织付费旅行团、打官司追回100万的版税。其实袁腾飞是一个总能够找到新的办法把自己的产品推向市场的企业家。他的心理韧性不是来自于道德上的坚定，而是来自于商人一样的务实。他的批判的立场是从历史学者这个专业身份里面一步一步演进出来的。而袁腾飞所有观点的核心就一句话：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囚徒。他继承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那样一种史观的传统。从司马迁写史记开始，中国的历史学家不光是记一个流水账就完事儿了，他们更重要的工作是通过评价人和事来影响当下，这个叫做史学批判。袁腾飞嬉笑怒骂，说什么教科书和人民日报基本上都是谎言。他对于一些符号性建筑的评价更是石破天惊，比如说曾经将某一个位于某广场的纪念堂与日本的靖国神社相提并论，这样一种挑战权威的姿态引发了轩然大波。但是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古代史观在当今社会的影子，在用今天最接地气的方式来挑战一个同样把历史的解释权当作是统治合法性核心的政权。这个根本上就是一场关于历史应该怎么讲的权力斗争。所以袁老师的诊断方法就是以史为鉴，他特别信这个。要想明白我们的未来去到哪里，首先就要搞清楚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袁老师所有的结论都坚持要从历史的事实里面推演出来。在他看来，中国今天的困境根本就不是偶然，而是他那个非常漫长的、独特的，而且充满了黑历史的过去早就已经决定好了的。
但是如果你只是把他当成是一个说书先生，那可就太小看他了。他的精神内核其实跟100年以前的鲁迅是一脉相承的。鲁迅当年为什么弃医从文呢？不就是觉得治身体的病远远不如救精神的麻木不仁来得更重要吗？鲁迅当年批判的不就是千年专制文化塑造出来的那样一种国民的劣根性吗？所以你看，袁腾飞把班超的待遇比作是5星级宾馆，把北魏孝文帝形容成是对汉文化的骨灰级的粉饰的时候，他不仅仅只是在说段子，他其实是在用大家最喜闻乐见、最爱听、最听得懂的方式，给我们这个文化来一场思想上的排毒。袁腾飞他激烈的批判官方历史，但最后的落脚点却不是全盘西化，他呼吁要恢复一种他叫做圣贤心的东西。他还特别爱引用北宋大儒张载的那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是你发现没有，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矛盾，就是他越是非常努力的想要证明中国的历史是多么特殊的坏，就越是在反过来其实塑造了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中国。他表面上是跟官方意识形态唱反调的那个反贼，但是在文化内核上他比谁都更像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传统的中国读书人。好了，我们看完了这个抓着历史不放的老中医袁腾飞，现在来看另外一位手里拿着手术刀的现代西医二大爷邓海燕。邓海燕的成长深受父亲的影响，他父亲是一个军官，但是性格非常刚烈，不喜欢走关系走后门，结果呢，在体制内受到排挤，屡屡受到打压，一生非常的郁郁不得志。而邓海燕自己就说，我觉得我自己是完全继承了父亲的性格，并且预感到他的命运跟我的命运在体制内实在是太像了。邓海燕他从小热爱绘画，但是在高考之后，他的父亲却强迫他报考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所以你看，对于父权的反抗，从他被迫穿上警服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悄悄的完整的投射到了对于国家权力的反抗上。他反抗的首先是被强加的命运。大学毕业以后，邓海燕成了一名刑警，甚至还是一个标准的小粉红，曾经上街游行，砸过美国的使馆。但是7年的警察生涯让他看到了这个宣传跟社会现实之间巨大的鸿沟，而真正的催化剂是什么呢？是一个非常私人的原因，升职失败。这个不仅仅是没有能够当上官，而是对于一个继承了父亲自傲性格的人来说，是一种非常深刻的羞辱，是体制对他个人价值的直接否定。所以就这样，抽象的意识形态的幻灭跟具体的个人怨恨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一块儿，敌人从一个模糊的概念变成是一个曾经非常具体的不公正的对待过他的实体。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想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14次喝茶，2次抄家，最后在2019年的时候，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双开。但是你猜猜看，当听到这个足以毁灭一个人一生的裁决的时候，邓海燕的反应是什么？4个字：悲喜交加。他甚至说，被开除党籍真的是当场都想笑出来，因为这个决定其实洗刷了他一生当中的污点。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解脱。他说，我终于可以不用指桑骂槐，而是可以指着槐树骂槐树了。这个就是反应性皈依者的心理转变的最高潮。国家机器的迫害本来是想要摧毁他，结果却成了他新身份的加冕礼。每一次喝茶，每一次威胁，都在为他的反抗增添正义性，而最终被开除这个惩罚反倒成了一种荣耀和心理上的解放，让他彻底摆脱了内心的矛盾，从一个体制内的秘密的批判者重生为一个纯粹的体制外的十字军的战士。他的反叛是被动的，是在创伤当中被塑造的，在压迫当中被证实的。邓海燕的思想路线可以说是从公知这条线上来的，也是一条更近代但是也更悲情的思想路线。他做的事情基本上也都是公知最核心的那一套，用普世的价值来批判国家权力。
他个人非常传奇的经历，让他跟那个充满了潜规则、说不清且道不明的权力体系彻底的决裂了，彻底的闹掰了。所以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二大爷今天会这么坚定的信奉普世规则、法治和透明的制度。他的普世主义是用青春和个人命运的巨大代价换来的血和泪的总结。那如果说袁腾飞看病是望闻问切的话，那么二大爷就是直接拿着 CT 片子，然后就张罗着准备上手术台了。他的诊断跟袁腾飞截然相反，中国的出路在于向前看，和先进文明全面接轨。上世纪80年代有一部特别出名的电视叫做河商，当时有一个比喻说，黄河代表的中华文明是封闭保守的黄色文明，而海洋代表的这些西方国家的文明是开放进取的蓝色文明。所以这个片子最后呼吁中国要告别黄河，拥抱海洋。邓海燕的这个制度决定论，其实也就是中国需要换一套优良操作系统的这个说法，本质上也就是河商拥抱蓝色文明的这个逻辑。所以当二大爷他谈历史的时候，他的目的跟袁老师是完全不一样的。历史从来都不是他需要去诊断的那个病人，而是他用来证明自己观点的弹药库。他看历史的角度跟袁老师是完全拧着的。他会觉得说，历史就是一条单行道，从黑乎乎的过去一路开向光明的未来，从专制走向民主。这样一种看待历史的方法有一个专门的词儿叫做辉格史观。在这样一种视角底下，西方的历史就成了一部不断走向自由的光荣的史诗，而中国的历史呢，就成了一部不断的跑偏的错误合集。历史里面那些非常复杂的偶然的东西全部都被抹杀掉了，只剩下那些为制度优越论来服务的证据。但是这里面其实同样也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就是二大爷他极力推崇西方的理性和逻辑，但是他自己在描述西方的时候，特别是美国的时候，却常常会不自觉地带上了一层非常厚的玫瑰色的滤镜。他曾经反复讲述过一个亲身的经历，有一次他在美国加州的沙漠里面车坏了，然后有一群素不相识的美国人毫无怨言的帮他。他从这件事情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说，你看，一个好的制度能够培养出这么多好的人，那这样一种用一个个体的道德故事来论证整个宏观制度优越性的方法，本身其实就过滤掉了美国社会其实同样也存在各种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有各种没那么单纯的人。所以可以说，二大爷所信奉的那个普世价值，在他那里其实已经从一种政治的方案升华成了一种近乎神圣的信仰。他描绘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外部世界作为灯塔，来激发我们对于现状的愤慨和对于未来的向往。那这一套看似特别理性的制度分析，它的底层驱动力其实反倒是一种充满了激情的浪漫主义。好了，现在让我们把这两位反贼都并排放在解剖台上来剖析比较。邓海燕对于体制的反抗带有个人复仇跟宗教审判的色彩，他是在传播真理，拯救被蒙蔽的人；而袁腾飞捍卫的是历史这门手艺的纯洁性，他的问题是真假而非善恶。邓海燕的反贼身份呢，是在迫害当中皈依的，没有那样一场创伤，也就没有今天如此的决绝。而袁腾飞的身份是从专业当中演进的，他始终还是那个历史老师，只不过换了一种更大的舞台，换了一个更商业化的教学模式。邓海燕他擅长收集证据，然后构建卷宗，最后向全世界宣读针对于中共的非常充满了道德力量感的起诉书。而袁腾飞呢，他擅长把那些枯燥的历史编排成引人入胜的故事和段子，他不是在讨伐，他是在教育跟娱乐。邓海燕的心理韧性是殉道者这个角色赋予的，压迫越深，反抗就越正义，他身上的光环也就更明亮。他从对抗本身汲取力量，而袁腾飞他是企业家的韧性，他灵活务实，规避风险，他
根本就没有兴趣来赢得一场战斗。好了，两位的体检报告跟药方我们都看过了，那现在我们可以让他们来一场真正的正面交锋。两种不同的观念背后其实是三种更深层次的对立。那第一层是哲学的对立，也就是所谓历史特殊论对普世价值论。虽然这个概念听着有点绕，但其实特别重要。这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袁腾飞他觉得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体制，中国的问题只能够在中国这个独特的历史背景里面去理解，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二大爷觉得不对，健康是有统一标准的，比如说人权自由，它是评判所有社会的一把尺子。中国的特殊性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偏离了这样一条普世大道。其实这两种观点在哲学上的这个争论已经打了好几百年了。普世主义的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它可能把一种特定的文明，比如说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包装成了全人类的标准，形成了新的思想霸权。而历史特殊论的这个困境又在什么地方呢？那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那我们凭什么去批判历史上的暴政呢？这个就可能会让人觉得是存在即合理，很容易产生一种宿命感和无力感。那第二层是学科上的对立，也就是历史学家的思维和政治学家的一种思维对立。这就好像两种非常不同的职业病。袁腾飞是非常典型的历史学家的思维，他看东西特别喜欢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细节复杂性和偶然性，而对于所有那些宏大的理论都特别的警惕。他想把复杂的历史还原成历史本身。但是二大爷正好相反，他更像是一个比较政治学家，他想从这一团乱麻里面给你抽出一根最关键的线，抽象出非常简洁但通用的理论模型。为了让这个理论这个模型更清楚一点，他就会过滤掉很多历史的细节跟文化的因素。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一到具体的问题上，差别就特别的明显。比如说面对俄乌战争，政治学的视角很快的就会把它定义成是专制对于民主世界的侵略。而袁腾飞这样的历史学家就会提醒大家冷静一点，我们要看到战争背后有那些非常复杂的历史跟利益方面的纠葛，不要天真的以为推翻一个独裁者问题就解决了。再比如说2019年的这个香港抗议，袁腾飞的历史派的视角会让他去深挖香港作为前英国殖民地的一些非常独特的历史、法治的传统等等，还有就是回归以后积累的这些社会的矛盾，他会觉得说这个不只是一个民主对抗专制的故事那么简单。但是二大爷的这个制度派的视角就会过滤掉这些历史的细节，他看到的就是普世价值跟专制体制的一个正面的交锋和对抗，这是一场自由社会抵制专制轻视的保卫战。对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看法，在这一点上两个人的分野就最鲜明。在袁腾飞眼里，美国跟其他国家一样，是一个有光荣也有龌龊，充满了内在矛盾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体。他讲美国历史更多的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有趣的案例来分析，而不是当作是一个神像来膜拜。但是在邓海燕的这个话语体系里面，美国就是他制度理想的一个现实的载体，是他验证他普世主义信念的终极的灯塔。他哪怕是批评特朗普，也是因为特朗普偏离了这一套伟大的制度，而他相信制度本身有能力纠错。他对于美国制度的信赖是发自内心的，是根本性的。第三个层次就是心理机制的对立，也就是所谓的内归因对外归因。那为什么这两种观点能够吸引到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群？政治心理学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工具，叫做归因理论。很简单，当你解释自己或者国家的困境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原因归结为内部的不好改的东西，比如说文化基因、国民性，那你就会觉得这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攒下的一些坏毛病。这种方法就是内归因，那么袁老师的理论就会深深的吸引到你。那反过来，如果你把原因归结为外部的非常具体的一些对象，比如说那些压迫你的政治制度，那这个就是外归因。你会觉得说我的不幸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非常坏的制度。那么这种情况下，二大爷的理论就会成为引导你
前进的这个旗帜。那这样两种的归因方式带来的情感体验是完全不同的。袁腾飞的历史决定论在带来深刻反思的同时，也非常容易让人感到渺小和无力，情感上是沉重的、悲愤的。而二大爷的这个制度决定论则给了一个清晰的靶子和行动的方向，它能够给人非常强烈的使命感，在情感上表现出来是焦急跟愤慨的。我想这个风格在他的推特上是表现得特别的明显，而两种不同的情绪恰恰是今天海外华人异议社群或者说是反贼群体里面两种最普遍也最真实的集体的情绪的反应。如果我们分别打开两位的油管频道，就会发现袁腾飞有两个不同的频道，个人频道54万粉丝，停更已经3年了。袁舍的这个所谓俱乐部的频道有95万粉丝，但是增长乏力，因为突然改用 AI 头像和声音来出镜，一度让人怀疑是不是被出售了。那这个疑虑到现在也没有被消除，所以肯定对于频道的发展造成了不少的负面影响。那近年来袁腾飞他在国内被批评多次因为不明原因遭到封杀，再加上这个眼皮手术导致面部出现一些问题，经历了各种波折，可能没有什么心情或者是没有心思来好好的经营他这个油管的频道，更多的是在售卖一些商品或者是旅游产品，以及放一些老的视频在油管的频道上面。而二爷的这个油管粉丝目前是90万，增长一直是非常的迅猛，破100万也是指日可待啊！在这个地方也要先提前恭喜二大爷邓海燕早日成为100万大 V。那如果比较两个人在油管的影响力跟赚钱能力的话，毫无疑问是二爷故事胜出。袁老师的这个油管广告收入只有邓海燕的1/10。油管频道运营上的这个差异，恰恰是两个人当前处境和心态的折射。袁老师在国内受到持续的压制，其海外频道呢，更像是一个退路跟商业变现的渠道，内容创作上的锐气跟精力明显不如以往。而肉身翻墙的这个二大爷在美国则毫无顾忌，正处于创作精力跟影响力的巅峰期。这样一种此消彼长，本身就是这个路线之争在现实世界当中的一场非常残酷的投票。那不管怎么样，我想两个阵营的棋手还是会吸引不同的追随者，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去到他们的 YouTube 的这个评论区就看得一清二楚了。袁腾飞的评论区除了一直在期待袁老师回归之外，经常在讨论一些具体的历史的细节，赞美袁老师敢说真话的勇气。评论里面是充满了对于中华文明的自豪和对于文化断裂的痛心。他们的情感模式可以总结成是爱中华但是不爱中共。他们还在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这个问题上特别的纠结，特别的挣扎。而二大爷的评论区就相对来说决绝的多，那里弥漫着对于整个体制的彻底的唾弃。大家已经默认了制度性失败这个前提，讨论的焦点是怎么论证这个失败以及怎么样润。评论里面充满了对于西方的向往和对于专制的憎恶，这个或许也揭示了异议者这个思想发展的两个不同的阶段。袁老师扮演了一个启蒙的角色，他用历史的故事为那些刚刚开始怀疑现实的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而二大爷呢，他更像是一个理论导师，他在为那些已经觉醒的人持续不断的提供理论的武器跟情感上的安慰。那当然了，有部落就有边界，袁腾飞的社群更多是在官方打压之下被迫形成的一个同温层，而邓海燕的社群则是更主动的去维护他意识形态方面的纯洁性。比如说看到有评论尖锐的挑战他，说他只是因为没有捞到好处才心生怨恨，到了美国也只会跟着左派到处搞破坏。而对于这样一种挑战性的评论，社群的反应往往是直接给他贴上标签，从而强化内部的共识。这两种模式都有效地巩固了各自的阵营，但是也在程度上限制了和外部世界对话的可能性。那我们聊到这个地方，其实已经不能够再简单的去追问说袁老师跟二大爷到底谁对谁错了。这场对决真正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揭示了一场负责任的社会批判所不可或缺的两个不同的维度。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他们的动机的共通之处，无论是袁腾飞还是邓海燕，他们身上都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那样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着我以我血建轩辕氏的这种悲壮的情怀，为自己的母国来寻找出路。这一点
我觉得超越了所有在观点上的分歧，值得我们所有人的尊重。他们的争论实际上是在回答一个终极的问题：中国的变革到底是需要一场新文化运动，还是一场光荣革命？袁腾飞的路径本质上是一场新文化运动，他认为病根是在于思想跟国民性，必须要先立人，改造人的精神，否则的话，任何制度的变革都会失败。而邓海燕的路径则是一场非常决断式的光荣革命，他相信是坏的制度在制造坏的人和文化，所以当务之急是换掉整个系统之后，好的人和文化自然就会生长出来。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又或许我们根本就不必选择。袁腾飞的历史主义的路径，它像是考古铲一样，用一种非常沉重的姿态提醒我们，任何对于未来的构想都逃不开历史文化这片土壤的制约。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要重复错误。而邓海燕的普世主义的路径就像一个望远镜一样，他用一种非常焦灼的目光告诉我们，一个民族不能够永远做历史的囚徒，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外部的坐标系，才能够看清自己的位置，才能够避免陷入内卷化的历史循环。他们都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袁老师的特殊主义不是要拒绝普世价值，而是要用中国的历史教训去质问当权者为什么没有能够在中国实现这些价值。而二大爷的这个普世主义也不是要否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而是他为自己那样一段独特的充满创伤的中国经历去寻找解释和解脱之路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一个真正健全的思考应该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张力。这样一场关于中国未来的思想的对决，中国向何处去的探索，其结果不仅仅只会关系到10几亿中国人的命运，也会深刻地影响到台海的和平与稳定，乃至于整个华语世界未来的走向。我们既需要袁腾飞的考古铲来提供历史的深度，也需要二大爷的这个望远镜来提供未来的坐标。把深刻的文化自省和对于普遍价值的不懈追求结合起来，把对于自身特殊性的这个清醒认知和参照外部世界的开放心态结合起来，这个或许才是我们能够从这样一场非常重要的思想对决当中获得的最宝贵的启示。但这两种工具最终要交给谁来使用呢？一个拥有健全理性的公民社会是否才是挥动铲子端起望远镜的唯一的前提呢？那这个问题可能比我们找到药方本身更为关键。那么对于这个复杂的问题，您又是怎么看待的呢？您会觉得解决问题的关键是需要一位深入历史的老中医，还是一位主张整体制度移植的现代西医呢？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和看法。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的话，请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